姐妹俩现在已经反向摸透了爷爷的上下班规律了。姐妹俩发现，只要妈妈开始往家走，爷爷不出5分钟就会从员工通道里走出来。于是姐妹俩便在今天制定了计划，打算守株待送。瑞宝和辉宝看到妈妈往家走后，便开始躲在草丛里等候爷爷的开门。瑞宝率先察觉员工通道门口传来声音，瑞宝立马向着员工通道跑了过去，然后就一直在通道门口守着，一直等到爷爷从通道门口里出来。正如瑞宝所判断的，没一会儿，宋爷爷就从门里走了出来。瑞宝这小耳朵简直和小狗耳朵一样灵。宋爷爷出来后，为了防止瑞宝跑进房间里，宋爷爷转过身来，立马给门关上，然后便来到小亭子上。瑞宝眼看进不去了，便将注意力放回爷爷身上。宋爷爷去到小亭子旁收拾竹子，而瑞宝也紧跟其后，帮爷爷在后面抱着竹子。瑞宝有活是真干，但只是身高在这，小脚倒腾不过来，给爷爷起到了反作用。一会儿宋爷爷离开，瑞宝从竹子堆里找出了爷爷给妈妈放置的胡萝卜，偷偷吃上了妈妈的胡萝卜。而辉宝此时在树上看着姐姐吃胡萝卜，都有点馋了。一会儿瑞宝给胡萝卜吃腻了，转头又钻进了竹子堆里，检查看看有没有窝头。而此时的爱宝正在室外园区散步，室外园区的小花小草已经盛开了，这让室外园区多了许多春天的色彩。而且最近爷爷们给小瀑布也打开了，想必这是在为姐妹俩来室外园区做准备。爱宝在室外园区走来走去，享受着这独属于自己的春天。而今天晚上下班时，宋爷爷捡了个大漏，因为此时瑞宝和辉宝都在小滑梯上，这下宋爷爷免去了上树摘熊的麻烦。不过宋爷爷来了后，姐妹俩没有黏着爷爷，而是一人抱着根竹子慢慢啃着。宋爷爷陪姐妹俩待了一会儿，便抱着其回家了。辉宝回家时还跟姨姨们挥了挥手，真是又懂事又可爱。给辉宝放下后，宋爷爷很快便回来接瑞宝了。瑞宝是公主抱，瑞宝这在爷爷怀里的模样，真就像是个娇滴滴的小公主。最近宋爷爷喜欢上了收集宝家的毛发，起因是因为福宝走时，宋爷爷并没有留下什么有关福宝且有纪念意义的东西。宋爷爷左思右想，想起了之前给福宝打扫卫生时所留下的毛发，宋爷爷对其深吸一口，表示满满的都是福宝。这些毛发可谓是承载了宋爷爷对福宝的所有思念。而在昨天視频中，宋爷爷捡到了瑞宝的毛发，立刻就收藏了起来，并表示要等瑞宝结婚时才会还给瑞宝。후위에 솜털이네요. 완전 부드러워요. 제가 잘 소장하겠습니다. 너 시집갈 때 줄게. 잘 가지고 있다가 알았지? 宋看到宋爷爷和江爷爷收熊的样子，我才明白瑞宝和辉宝更听江爷爷的话。宋爷爷收熊都爬上树了，辉宝都不愿意让爷爷抱下去，而江爷爷来了，辉宝不仅跟爷爷卖萌撒娇要胡萝卜吃，而且任凭爷爷怎么抚摸都不抗拒，甚至看到爷爷离开，自己就主动从树上下来跑去追爷爷。可以说辉宝丝毫不给宋爷爷面子呀。宋爷爷真是个可怜的小老头。今天是盛熙阿姨和江爷爷一起来收熊，盛熙阿姨给瑞宝递了一块胡萝卜。瑞宝这模样怎么感觉瑞宝越来越像人类了，感觉宝家这优良基因继续繁育下去，大熊猫离直立行走都不远了。江爷爷拿着手机给姐妹俩记录着此时这可爱的模样。看来江爷爷说的暂停节目应该是不再更新有关福宝的视频了，但是周一瑞宝和辉宝的节目还会继续进行，不过这也要等周一才能确定。希望周一爷爷会继续更新动态。瑞宝现在牙还没长齐，就算嘴巴张得再大，胡萝卜也只能受个皮外伤。瑞宝啃着啃着就累了，放弃了，打算休息一会儿。姐妹俩在室内园区自己玩耍，爱宝则独自在室外园区享受春日里的自由。而乐宝这里也好久没见到自己的小娇妻了，看到小娇妻后，隔空跟小娇妻示爱，但爱宝根本不想搭理乐宝，甚至看到乐宝就来气。因为爱宝发现有了孩子后，才明白自由的可贵，现在终于摆脱了带娃的负担，根本不想再体验带娃的感觉，让乐宝自己忍着吧。等到了下班点，将爷爷拿来奶盆给姐妹俩喂奶。辉宝很给面儿的从树上下来，乖乖来到爷爷身边吃奶。宋爷爷看到这画面又得碎了，因为辉宝让宋爷爷感觉到不被爱了。等宋爷爷再看到江爷爷和辉宝这宠溺的样子时，心里得难受坏了。宋小辉要改姓江了，本来跟爱宝说好的一人一只熊，谁也不会吃醋，但这下辉宝不跟自己玩了，宋爷爷的醋意更大了。这晚上宋爷爷肯定要去跟爱宝告状了，表示辉宝不跟自己玩，只跟江爷爷玩。深夜不睡觉的宝家都在忙着吃夜宵，隔壁的母女3个此时也都在各自忙碌着。姐妹俩爬到了栅栏上，左侧的是辉宝，右侧是瑞宝。辉宝的小身体明显灵活一些，不愧是江爷爷口中的蜘蛛侠。而瑞宝这里虽然动作慢，但这小心翼翼的样子让人很放心。
因为瑞宝懂得分寸，不会给自己弄伤。而爱宝这里正在吃竹子，辉宝凑到栅栏前和爷爷打着招呼，而乐宝这里干饭的同时，还不忘让奶爸给自己按摩按摩。乐宝倚靠在栏杆上蹭来蹭去的样子，让宋爷爷想起了以前的福宝。另外，今天宋爷爷空闲之余，还买了2瓶熊猫形状的饮料，表示一个是瑞宝，一个是辉宝，还用笔在饮料瓶上标注上了瑞宝和辉宝的特点。而此时旁边的圣熙阿姨正努力憋笑中，感觉圣熙阿姨马上就要憋不住了。宋爷爷邀请圣熙阿姨来猜猜哪一只是瑞宝。圣熙阿姨像哄孩子一样陪宋爷爷玩耍着。当圣熙阿姨准确猜出来时，宋爷爷还追问圣熙阿姨是怎么猜出来的。宋爷爷这再长不大，马上就要被瑞宝和辉宝赶超了。第二天，宋爷爷在乐园的竹林里发现长出了许多的雪竹竹笋，而且还有一根大的。我捉住！宋爷爷这激动的样子，不亚于发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宝藏。宋爷爷给其采摘了下来，然后拿着雪竹竹笋带给了瑞宝和辉宝。此时辉宝正在树上睡觉，宋爷爷打算先去找瑞宝。瑞宝很信任地从爷爷手里接过雪竹，就往嘴巴里送。这是瑞宝第一次吃雪竹，看瑞宝这一口接着一口的样子，似乎对雪竹很满意。瑞宝给雪竹都吃完了，而辉宝这里还是没有醒来。宋爷爷打算用美味的雪竹吸引辉宝，辉宝呲着嘴巴卖力去闻的样子很是可爱。而大竹笋，爷爷则带给了爱宝。这是爱宝今年第一次吃竹笋，这熟悉的味道让爱宝很有胃口。爱宝一口接着一口，根本停不下来。最近爱宝的状态越来越好了，甚至在小树上给姨姨们表演起了熊猫倒立。但爱宝在狭小的树缝中挪动的样子，让姨姨们看了担心不已，怕树枝太脆了，如果断了会伤到爱宝。而爱宝从去年5月份开始便暂停营业了，然后一直在室内待产。虽然奶爸们一直无微不至地对其照顾，但是室内终究很难像室外一样舒适。而自那以后，也许久没有看到爱宝像这般快乐地玩耍了。而想必大家也快忘了，爱宝也是很喜欢玩的。在怀2胎之前，在福宝还没独立的时候，爷爷们给福宝的小玩具，爱宝总会先体验一番。例如以前园区的秋千，爱宝和福宝都想玩，于是母女俩便谁也不让谁。在玩具面前，爱宝和福宝之间是没有母女情的，有的只是看谁的力气大。福宝这时总会是挨揍的那一个，不过福宝也是有机会玩秋千的，那就是爱宝回家的时候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福宝的沙滩椅，这也是爱宝喜欢的玩具之一。只不过这个限定家具只出现了一段时间，之后就再也没返场过。而在沙滩椅在场的那段时间里，只要爱宝想玩，基本就没有福宝的份儿。而在这个时间段里，也是爱宝最开心的时候，也是园区最有爱的时候。母女俩每天打打闹闹，给姨姨们带来的是不一样的温馨感。还有福宝小时候的吊床，那时候的吊床承受了园区最重的重量，足足300多斤的重量，经常让小吊床在断掉的边缘来回徘徊。那时的爱宝心智和福宝一般无二，和福宝一样很喜欢小玩具。或许不了解爱宝和福宝的，还会以为她们是姐妹俩。而且对于爷爷们的皮靴，不仅福宝以及姐妹俩对其感到好奇，爱宝以前对皮靴也同样感兴趣。或许姐妹3个对皮靴的感情就是来自于爱宝的基因。而今天姨姨们看到爱宝这灵活的在树上爬上爬下的样子，心中多了一丝久违的感觉。爱宝倒挂在树上，灵活的身姿根本看不出是3个孩子的妈妈。